国会议员们怀着崇高的荣幸向各位介绍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好的，非常感谢大家，这真是一个荣幸。约翰逊议长、万斯副总统、美国第一夫人。美国第二夫人。各位国会议员以及我的美国同胞们，我们的国家回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美好、更富裕、更强盛。不到5个月后，我们的国家将迎来美国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我们光荣的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日。今年7月4日，我们将在地球上最不可思议、最卓越的国家纪念自由与胜利、进步与自由的2个半世纪。这还只是个开始，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好。这是美国的黄金时代。当我12个月前上次在这个议事厅讲话时，我刚刚接手的是一个处于危机中的国家。经济停滞不前，通货膨胀达到创纪录的水平，边境门户大开，军队和警察招募困难重重，国内犯罪猖獗，以及世界各地的战争和混乱。但是今晚仅仅1年之后，我可以自豪而有尊严地说，我们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以及一个划时代的转变。这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我们永远不会回到不久前的那种境地，我们不会走回头路。今天，我们的边境是安全。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的边境安全了，我们的精神面貌也恢复了，通货膨胀正在急剧下降，收入快速增长。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我们的敌人也感到害怕了。我们的军队和警察实力雄厚，美国再次受到尊重，也许是前所未有的尊重。在过去的4年里，数百万的非法移民完全未经审查和检查就涌入我们的边境，而现在我们拥有美国历史上最强大、最安全的边境，远远超过以往。
在过去的9个月里，没有一个非法移民被允许进入美国。但是我们永远会欢迎那些合法入境、热爱我们国家，并且会努力工作来维护我们国家的人。致命芬太尼跨境流入我们边境的数量，在1年之内创纪录的下降了56%。去年谋杀率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下降，这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下降。想想看，是125年多来的最低水平。从1900年起，事实上，远在我出色的父亲弗雷德出生之前，我有一个出色的父亲弗雷德。远在他出生之前，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他可能不喜欢我这么说，但那确实是很久以前了。拜登政府和他在国会的盟友，导致了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在12个月内，我的政府将核心通货膨胀率降到了5年多来的最低水平。在2025年最后3个月，它降到了1.7%。汽油价格在我前任执政期间，在一些州曾达到每加仑6美元以上的高峰。说实话，那简直是一场灾难。现在在大多数州已低于每加仑2美元30美分，在一些地方甚至低至每加仑1美元99美分。而且就在几周前，当我访问伟大的爱荷华州时，我甚至看到了每加仑1美元85美分的价格。1加仑的汽油。抵押贷款利率是4年来最低的，并且正在快速下降。而且自从我上任以来，一笔典型的新抵押贷款的年成本已经下降了将近5000美元，1年就做到。低利率将解决拜登造成的住房问题，同时保护那些已经拥有房产的人的价值。他们感觉自己生平第一次变得富有。我们要保护这些价值，我们要让这些价值保持高位，我们会两者兼顾的。我们会保持这种状态。股市自大选以来已经创下了53次历史新高。想想看，1年时间，数百万美国人的养老金、401k 计划和退休账户都在增长，每个人都赚了，大赚特赚。在漫长的4年里，上届政府在美国获得的新投资不到1万亿美元，我说的不到是远低于这个数字。在12个月内，我获得了来自全球各地超过18万亿美元的投资承诺。想想看，4年不到1万亿美元，对比1年就超过18万亿美元。一位总统能带来多大的不同啊！不久前，我们还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国家，现在我们是全世界最热门的国家，最热门的。数千家新企业正在成立，工厂、设施和实验室正在建设。
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增加了7万个新的建筑工作岗位，它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强。没人能相信他们所看到的。美国的石油产量每天增加了超过60万桶。我们刚刚从我们的新朋友和合作伙伴委内瑞拉那里收到了超过8000万桶石油。美国的天然气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因为我信守了我的承诺，要开采、开采再开采。今天工作的美国人比我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想想看，比我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而且在我执政期间创造的所有就业岗位，100%都来自私营部门。我们终结了美国的 DEI。我们取消了大量扼杀就业的法规，数量之多简直创了纪录。在1年之内，我们让240万美国人摆脱了食物券救济，这是一个纪录。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今晚要说，各位议员，我们的国家是强劲的。我们的国家又赢了。事实上，我们赢得了太多，以至于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人们都在问我，总统先生，求求您了，我们赢得太多了，我们受不了了。我们国家不习惯赢，在您上任之前，我们总是在输，但现在我们赢得太多了。我说不，你们还会再赢的。你们会大赢特赢的，你们会赢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为了证明这一点，听着，为了证明这一点，今晚和我们在一起的，就是一群刚刚让全国人民感到骄傲的胜利者。他们是男子奥运冰球队的金牌得主，请进。他们确实做到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站起来。实际上，他们并非所有人都站起来，但是他们在一场加时赛中
击败了一支非常棒的加拿大队，大家也都看到，就像美国女队一样，他们很快也会来到白宫。他们之前来过椭圆形办公室，我只想再次向美国队表示非常大的祝贺。我告诉过他们，我们对全队进行了投票，看要不要对守门员颁发奖章。我说任何人投反对票，我都不会做。他们站在那里，他们不可能说不，因为我从未见过守门员康纳·赫勒巴克表现得这么好。想想看，46次射门。我问他，那个射门就是你把球杆往后一拉，球打到球杆的颈部，然后弹开的那个射门，你是练过的还是有点运气成分？他拒绝回答那个问题。但我只是想告诉你们，这支伟大冰球队的队员们会非常高兴听到，根据他们的投票和我的投票，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投票更重要。我很快就会把我们国家的最高平民荣誉颁发给康纳。这个荣誉我们将会颁发，而且多年来也颁发给许多运动员。但当我说许多的时候，不是太多，大概12个。它被称为我们国家的最高平民荣誉——总统自由勋章。伟大的运动员都获得过这个荣誉，非常伟大。最棒的，我认为他值得这个荣誉。我确实进行了投票，他们每一个人都投了票。我说如果有人反对，我就不颁发。结果他们每一个人都迅速举起了手。所以我要感谢你们所有人，你们做得多么出色啊！你们是多么特别的冠军啊！非常感谢你们。我还要很高兴地说，下一次奥运圣火点燃的时候，它将会在美国。2028年奥运会，也就是夏季奥运会，就在洛杉矶。我们会在洛杉矶把事情办好。洛杉矶将会很安全，就像华盛顿特区现在是全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是一样的。今年我必须说，我把这2件事都争取到了。我在我的第1个任期内就争取到了他们。我当时很失望，因为我以为这事发生的时候我就不是总统了。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现在我争取到了他们，因为我争取到了奥运会和2026年足球世界杯。我本来想把建国250周年的荣誉也揽到自己名下，但那个我没能成功。我不能把那个归功于自己，但我们正在迎来世界杯，所以我们有世界杯和奥运会即将到来，这是令人兴奋的消息。
所以这一年，我们将庆祝我们的国家以及那些为国家争取自由的英雄们，比如巴迪·塔格特这样的人。巴迪17岁时自愿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保卫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服役，隶属于伟大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他在著名的马尼拉战役中英勇作战，非常努力。他在吕宋岛被敌人的机关枪严重打伤，差点丧命。就在本月81年前，他解放了菲律宾最大的拘留营，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拘留营之一。巴迪获得了许多荣誉，包括1枚紫心勋章和1枚铜星勋章。他回国后组建了家庭，今晚他就在观众席上，期待着2026年7月4日他的100岁生日。巴迪，你是一个勇敢的人，我们向你致敬。即使在挑战、挫折和巨大悲痛的时刻，1776年的精神也总是闪耀着光芒。就在去年7月4日，洪水冲毁了德克萨斯州中部的一个女子夏令营，那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我当时就在那里，洪水在几分钟内上涨了26英尺。悲剧性地夺走了许多生命。你们都记得那件事。当洪水威胁要将他冲走时，11岁的米利·凯特·麦克拉曼闭上眼睛，向上帝祈祷。他以为自己要死了，他的祈祷得到了回应。海岸警卫队救援潜水员斯科特·拉斯金从上方的直升机上降落下来，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这是斯科特第一次执行救援任务，一个年轻人，但非常勇敢，非常优秀，总是在班上名列前茅。他不仅救起了米利·凯特，还救起了另外164人，将他们带到安全地带。人们远远地看着斯科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风呼啸，暴雨倾盆，一切都被冲走。那湍急的水流，前所未见。他们都说：“哇，这真是太了不起！”今晚，斯科特和米利·凯特第一次重逢，他们就在这里。谢谢你，斯科特，还有米利·凯特。拉斯金下士，我很高兴地通知你，我现在将授予你功绩军团勋章，以表彰你非凡的英勇事迹。这确实是非凡的英勇事迹，谢谢你。我想请军事助理下来，并请这位军事助理做好他的工作。非常感谢，请你做好这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谢谢。非常感谢。从1776年至今，每一代美国人都挺身而出，捍卫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他们实际上是为了下一代而这样做，但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共同建设一个国家，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取得更高的成就，走得更远。
政府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权贵负责。勤劳的美国公民的利益永远是我们首要和最终的关切。这是我们对先辈英雄的亏欠，这也是我们必须为美国建国250周年兑现的承诺。去年，我敦促本届国会通过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法案，以此开启这项使命。我们的共和党多数派非常出色地完成了的任务，谢谢你们，共和党人。所有民主党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投票反对了这些非常重要且极其必要的大规模减税措施。他们反而想要大幅增税来伤害民众。但我们坚持住了。通过了这项大而美的法案，我们让你们的小费免税、加班费免税，我们伟大老年人的社保金也免税。我们还首次让汽车贷款的利息可以抵税，但前提是汽车必须是在美国制造。最近在宾夕法尼亚州，我遇到了梅根·海姆豪瑟。她是一位尽职尽责的母亲，白天在家教育她的2个漂亮的孩子，晚上则在餐馆打工，而她的丈夫则加班操作重型设备。梅根今晚也在这里，她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她现在富裕得多得多，因为有了小费免税、加班费免税，以及我们共和党再次推出的扩大儿童税收抵免政策。梅根和她的丈夫今年将额外多拿5000多美元，他们的税单减少了1半以上。梅根，请站起来，我们正在为你而战。梅根，谢谢你，梅根。谢谢你，梅根。我们正在为你而战，梅根。根据我们的法案，像梅根这样的父母也可以激活他们孩子全新的川普账户。我没有给他命名，不是，我给他命名为川普账户的。没人相信我，但我确实没有给他命名。他是由一个非常高的人命名的，他就站在第3排那里。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这是为每一个美国孩子设立的免税投资账户，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发展迅猛，数百万账户将由美国财政部和迈克尔·戴尔以及苏珊·戴尔这样的私人捐助者预先注资，他们已经捐赠了62亿5千万美元来资助2500万美国儿童的川普账户。他们是很棒的。当我问迈克尔·戴尔，你是怎么赚到这么多钱的？他说，我就是坐在学校宿舍里做电脑，然后卖给别人，一直不停地卖。这真是个相当了不起的故事，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梦。他卖了很多电脑，很多那种笔记本电脑，所以我为此祝贺。但我真的要感谢他和苏珊以及其他一些人，比如布拉德·格斯特纳，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家伙。他从一开始就支持这个项目。布拉德·格斯特纳，谢谢你，布拉德。
所以，只要再投入一点点钱，这些年轻人的账户在他们18岁的时候就能增长到超过10万美元，甚至更多。想想看，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人来说，那会是多少钱啊？超过10万美元，而且可能远不止这些。要为我们孩子的未来进行这项投资，请访问川普账户的官方网站，很多人都在这样做。他们正在创造各种记录，这很受欢迎。他们知道这需要什么，我为他们感到非常骄傲。我为那些启动这个项目的人感到非常骄傲。现在他已经一飞冲天了。我们国家经济惊人好转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好转。道琼斯指数提前4年突破了5万点，标普指数达到了7000点，而这本来还需要很多年才能实现。这就是关税的作用。我利用这些关税收取了数千亿美元，为我们国家达成了伟大的协议。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国家安全方面，一切都进展顺利。几十年来一直占我们便宜的国家，现在正在向我们支付数千亿美元。他们以前占我们便宜占得太厉害了，你们都知道的，每个人都知道，甚至民主党人也知道，他们只是不想说出来。然而这些国家现在很高兴，我们也一样，我们达成了协议，所有的协议都已完成，他们很高兴。他们不像以前那样赚钱了，但我们赚了很多钱。没有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巨大，而最大的新闻是，唐纳德·川普如何正确地预测了经济，而2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却错了，他们完全错了，他们真的错了。然后就在4天前，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项不幸的裁决，他刚刚公布了一项非常不幸的裁决。但好消息是，几乎所有国家和公司都希望保留他们已经达成的协议，对吧？斯科特，他们知道我作为总统有权达成一项新协议，而我有可能根据我的权利达成对他们更糟的协议，所以他们希望继续沿着我们在最高法院不幸介入之前谈判的成功道路前进。所以，尽管这项裁决令人失望，但这些强大的拯救国家的关税正在拯救我们的国家。关税保护和平，我解决的许多战争都是因为关税的威胁。如果没有这个，我就无法解决它们。这些关税将根据完全批准和经过测试的替代法律法规继续存在，而且它们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测试。它们稍微复杂一些，但实际上可能更好，从而带来一个比以前更强大的解决方案。国会行动将没有必要，它已经经过了时间考验和批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由外国支付的关税将像过去一样大幅取代现代的所得税制度，从而大大减轻我所爱的人民的财政负担。展望未来，工厂、就业、投资以及数万亿美元将继续涌入美利坚合众国，因为我们终于有了一位把美国放在首位的总统。我把美国放在首位，我爱美国。在我上任前的几十年里，我们经历的恰恰相反。从贸易到医疗保健，从能源到移民，一切都被窃取和操纵，目的是为了榨取那些让我们的国家伟大、让我们的国家运转起来的勤劳人民的财富。在拜登和他在国会及其他地方的腐败伙伴的领导下，事情随着绿色新政骗局和对所有人开放的边境达到了临界点。他们成千上万的从监狱、从精神病院涌入，他们是杀人犯，造成了11888起谋杀案。他们进入了我们的国家，你们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还有创纪录的通货膨胀，在短短的时间内让普通家庭损失了34000美元。现在，在这个议事厅里投票支持那些灾难的同一个人，突然开始使用可负担性这个词，他们只是因为有人给了他们这个词才使用它。他们非常清楚，正是他们造成并制造了我们所有公民不得不忍受的物价上涨。你们造成了那个问题，是你们造成了那个问题。
他们知道他们的言论是谎言，他们知道他们的言论是一个肮脏腐烂的谎言。他们的政策造成了高物价，我们的政策正在迅速终结它们，我们做得非常好，那些物价正在急剧下降。鸡蛋的价格下降了60%，部长女士，谢谢你。鸡肉、黄油、水果、酒店、汽车、租金的成本，今天比我上任时低了很多，甚至牛肉。之前价格非常高，现在也开始大幅下降。再坚持一下，我们正在把价格降下来。很快你们就会看到，在不久前，几乎没有人认为可能实现的数字，当他们看到这样的数字时，没有人会相信，尤其是能源。当他们看到能源价格降到那样的数字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就像又一次大规模的减税。我还在应对我们时代最大的骗局之一，那就是医疗保健的沉重成本。这都是因为你们通过了无法负担的医疗法案，有时也被称为奥巴马医改。大型保险公司发了大财。这个法案本来就是为了保险公司，而不是为了人民。我们的政府每年给他们数千亿美元，而他们的股价飙升了1000%、1200%、1400%，甚至1700%，史无前例。这就是为什么我推出了伟大的医疗保健计划。我想停止向大型保险公司支付所有款项，而是将这笔钱直接交给人民，这样他们就可以购买自己的医疗保健，这将是更好、成本更低的医疗保健。此外，我的计划要求最大限度的价格透明度。这是一件大事，听起来很简单，但意义重大。我在我的第一任期内做到了这一点，而民主党人立即终止了它。他们完全知道他们正在对人民做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成本将会大幅上涨，结果也确实如此。现在我正在大幅降低医疗保健和其他所有方面的成本，我还在结束处方药的虚高价格，这是前所未有的。其他总统也尝试过，但他们从未成功。他们尝试了，实际上大多数人根本没尝试，但他们说他们尝试了，他们做不到，他们甚至连边都沾不上。他们光说不练，但我通过我刚刚颁布的最惠国协议做到。几十年来，美国人民为处方药支付的价格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中最高的。现在他们将支付世界上任何地方最低的药品价格，任何地方最低的价格。所以在我第二任期的第一年，本该是我的第三个任期了，但是总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我把处方药的价格，这可是医疗保健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全世界最高的水平降到了最低，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结果就是，现在在新的官方川普药房网站上，你可以看到300%、400%、500%、600%，甚至更高的价格差异。顺便说一句，这个网站也不是我命名的。今晚我们请来了第一位享受到这个巨大折扣的顾客，这个折扣确实很大，她就是凯瑟琳·雷纳。5年来，她和她的丈夫一直饱受不孕不育的困扰，于是他们转向了试管婴儿。有一种药，凯瑟琳一直要花4000美元购买，但几周前她登录了官方川普药房网站，同样的药原本要4000美元，现在她只花了不到500美元就买到了。这实际上减少了超过3500美元。
凯瑟琳，我们都在为你祈祷，你一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母亲。所以现在我呼吁国会将我的最惠国待遇计划立法。我不太确定这是否重要，因为在我之后上任的人很难说让我们把药价提高700或800个百分点。但是约翰和麦克，如果你们不介意，无论如何请立法，他们可能会那么做。无论如何请立法。谢谢。许多美国人还担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能源需求可能会不公平地推高他们的电费账单。今晚我很高兴地宣布，我已经协商了一项新的电费支付者保护承诺。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我们告诉主要的科技公司，他们有义务自己解决电力需求，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工厂里建造发电厂。这样就不会有人涨价，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社区的电价还会下降，而且是大幅下降。这是这个国家以前从未用过的独特策略。我们的电网很老旧，根本无法处理所需的电力数量，所以我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建造自己的发电厂，自己生产电力，这将确保公司获得电力的能力，同时降低你们的电价。这对你们所有的城市和城镇来说都可能非常重要。你们将在未来几年看到一些好事发生。美国梦的另一个支柱，房屋所有权一直受到攻击。今晚和我们在一起的是拉奎尔·威金斯，一位来自休斯顿的2个孩子的妈妈。她竞标了20套房子，但都输给了那些绕过检查、全额现金支付，并将这些房子变成出租屋的巨型投资公司。这偷走了他的美国梦，他感到非常沮丧。这就是为什么我上个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大型华尔街投资公司大量购买独栋住宅。现在我要求国会将这项禁令永久化，因为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供人们居住的房屋。我们想要的是供人们居住的房屋，而不是供公司使用的。公司经营得很好，拉奎尔，非常感谢你，祝你买房顺利，你很快就会买到的。我们还在努力让美国人更容易为退休存钱。在本届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将始终保护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他们没有为我们的老年人保护它，我们将始终保护社会保障、退休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自我上任以来，典型的 401k 账户余额至少增加了3万美元。那可是一大笔钱。我们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因为股市表现非常出色，屡创新高，你们的 401k 账户都大幅上涨。然而，仍有一半的美国工薪阶层无法获得雇主提供对等缴费的退休计划。为了纠正这种巨大的不公平，我宣布，明年我的政府将让这些经常被遗忘的美国工人，这些伟大的人民，这些建设我们国家的人，能够获得与所有联邦雇员相同的退休计划。我们每年将为你们的缴费提供最高1000美元的对等补贴。在我们确保所有美国人都能从上涨的股市中获利的同时，我们也要确保国会议员不能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腐败的牟利。他们竟然为这个站起来，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简直不敢相信。
如果南希·佩洛西在这里，他会站起来吗？我怀疑他不会。请立即通过禁止内幕交易法案。我不确定这边是否会有人为此鼓掌。我非常感动，谢谢你们，我非常感动。但是说到正在掠夺，实际上是正在掠夺美国的腐败行为。没有比明尼苏达州更令人震惊的例子。那里的索马里社区成员从美国纳税人那里掠夺了估计190亿美元。我们掌握了所有的信息，他们在撒谎。实际上这个数字比那要高得多。而加利福尼亚州、马萨诸塞州、缅因州和许多其他州的情况甚至更糟。这种腐败正在撕裂一个国家的根基，我们正在以你难以置信的力度处理它。所以今晚，尽管它在4个月前就已经开始，我正式宣布，由我们伟大的副总统 J.D. 万斯领导这场反欺诈战争。他会把事情办好。如果我们能查出足够的欺诈行为，我们就能一夜之间实现预算平衡。这会非常快。我们谈论的就是这么大一笔钱。我们会平衡预算。那些洗劫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海盗提醒我们，世界上有很多地方贿赂、腐败和无法无天是常态，而不是例外。通过不受限制的移民和开放的边境引入这些文化，会把这些问题直接带到美国，而美国人民将为此付出代价，包括更高的医疗费用、汽车保险费率、租金、税收，也许最重要的是犯罪。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不是在开玩笑。戴利拉·科尔伯特在2024年6月只有5岁。当时一辆18轮的重型卡车以每小时60英里或更快的速度撞上了他停着的汽车。司机是一名非法移民，是乔拜登放进来的，并且由加利福尼亚州那些支持开放边境的政客给了他商业驾驶执照。医生说，戴利拉永远不能走路或说话，不能过上好生活，他甚至不能再进食了。但他克服了重重困难，现在正在上1年级学习走路。今晚他和他的父亲马库斯，一位了不起的男士，来到了这里。戴利拉，请你站起来，你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谢谢你，德里拉。许多甚至可以说大多数非法移民不会说英语，甚至连最基本的道路标志都看不懂，比如方向、速度、危险或者地点。所以今晚我呼吁国会通过我们称之为德里拉法案的立法，禁止任何州向非法移民发放商业驾驶执照。昨天你们可能在白宫看到了，我主持了一个仪式，与那些因非法移民祸害而失去挚爱的美国人在一起。这些人通过开放的边境进入了我们的国家，我们怎么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这些是天使妈妈和家庭。几十年来，我们的政府背叛了他们，我们的媒体完全忽视了他们，完全忽视了，这太可怕了。实际上简直难以置信。在2023年，一名16岁的高中啦啦队员，名叫丽兹贝斯·梅迪纳，本应在他镇上的圣诞游行中表演，但他没有出现。他的母亲杰奎琳回家寻找他，却发现他死在浴缸里，被刺了25刀后大量出血。丽兹贝斯的杀手是一名此前曾被捕的非法移民，他闯入家中，残忍的，真的就是残忍的，暴力而恶毒的熄灭了他家庭中最明亮的光芒。他心碎的母亲就在旁听席上提醒这个议事厅里的每一个人，我们为什么要以创纪录的数量驱逐我们国家的非法移民罪犯？我们要把他们迅速地赶出去，我们不想要他们。非常感谢你，杰奎琳，谢谢你。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个房间里的许多人不仅在我上任之前就允许边境入侵发生，而且如果他们有机会，他们还会故技重施。如果他们再次当选，他们就会向全世界最恶劣的罪犯开放边境。现在唯一能阻止美国人民面对边境大开局面的，就是唐纳德 J. 川普总统和我们在国会中伟大的共和党爱国者们。谢谢，谢谢。就在我们讲话的此刻，在座的民主党人已经切断了国土安全部所有的资金。全部都切断了，完全切断了。他们又一次造成了政府停摆。第一次停摆让我们损失了国内生产总值2个百分点。我们在国内生产总值上损失了2个百分点，这实际上可能让他们相当高兴。现在，他们关闭了负责保护美国人民免受恐怖分子和杀人犯侵害的机构。今晚，我要求立即全面恢复美国边境安全、美国国土安全的所有资金，也包括帮助人们清理积雪的资金。因为民主党人，我们没有钱。本来是件好事，我们很乐意帮助你们清理积雪。但你们没有提供资金，没人能拿到工资，这真是一种耻辱。所以你们必须考虑一下，你们可能不知道，外面正下着一场相当大的暴风雪。国情咨文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让美国人民有机会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代表们真正相信什么。所以今晚我邀请每一位立法者与我的政府一起重申一个基本原则。如果你们同意这个说法，请站起来表示支持。美国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保护美国公民，而不是非法移民。
这难道不是一种耻辱吗？你们不站起来，应该感到羞耻。你们应该感到羞耻。这就是为什么我还要求你们终结那些保护罪犯的致命庇护城市，并对那些阻碍驱逐犯罪外国人的公职人员实施严厉惩罚。这些人在很多情况下是毒枭、杀人犯，遍布我们全国，而他们阻碍将这些人驱逐出我们国家。你们应该感到羞耻。也许最重要的是，我请求你们批准拯救美国法案，以阻止非法外国人和其他未经许可的人在我们神圣的美国选举中投票。我们的选举中舞弊行为猖獗，非常猖獗。这很简单。所有选民都必须出示选民身份证。所有的选民必须出示公民身份证明才能投票。并且杜绝舞弊的邮寄选票，除非是因疾病、残疾、军人身份或旅行的情况，否则绝不允许。这应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顺便说一句，他的民调支持率高达89%，包括民主党人在内89%。甚至连纽约市的新任共产主义市长，我其实觉得他是个好人。我经常和他交谈，政策很糟糕，但人不错。他刚刚说他们需要人们去铲雪，他们遭受了重创，他希望人们去铲雪。但是如果你申请那份工作，你需要出示2份原始的身份证明和一张社会安全卡。然而，对于所有特权中最大的特权，也就是在美国投票，他们却不想要身份证明。不，这不行。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绝大多数地同意我们刚刚阐述的政策。国会应该团结起来，立即颁布这项常识性的拯救国家的立法，而且这应该在任何其他事情发生之前就完成。他们为什么不想这么做？谁会不想要选民身份证明呢？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想作弊。就这一个原因，他们编造各种借口。他们说这是种族主义的。他们想出一些事情，你几乎会说，他们真有想象力。他们想作弊，他们也已经作弊了。他们的政策太糟糕了，以至于他们唯一能当选的方式就是作弊。我们必须阻止他。约翰，我们必须阻止他，我们必须阻止他。这又是一个在政府中展现常识的机会。今晚在旁听席上的是塞奇·布莱尔和他的母亲米歇尔。在2021年，塞奇14岁的时候，弗吉尼亚州的学校官员试图在社交上将他转变为新的性别，把他当作男孩对待，并对他的父母隐瞒了这件事儿。很难相信，不是吗？没过多久，困惑的塞奇离家出走了。
他被发现在马里兰州，处境非常糟糕。一位左翼法官拒绝将赛奇送回他的父母身边，因为他的父母没有立即声明他们的女儿是他们的儿子。赛奇被送进了一个全是男孩的州立收容所，长期遭受着巨大的痛苦。但今天，所有这些都已成为过去，因为赛奇是一个自豪而优秀的年轻女性，获得了自由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赛奇和米歇尔，请站起来。感谢你们的巨大勇气。谁能相信我们竟然在谈论这样的事情？15年前，如果有人站在这里说这些话，他们会说他怎么了？但现在我们不得不说，因为他正在各地，在许多州发生，甚至没有告诉父母。但我们肯定都能同意，任何州都不应该被允许将孩子从父母的怀抱中夺走，并在违背父母意愿的情况下将他们转变为新的性别。谁会相信我们一直在谈论这个？我们必须禁止它，我们必须立即禁止它。你们看，没人站起来，这些人真是疯了！我告诉你，他们就是疯了。真是令人惊叹，难以置信。哇，我们的国家居然有这样的人！民主党人正在摧毁我们的国家，但我们及时阻止了这一切，不是吗？没有人比我们出色的第一夫人更关心保护美国的年轻人了。她现在是一位电影明星，她是一位电影明星，你们能相信吗？谁能想到呢？在过去的1年里，她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倡导人工智能立法，推动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寄养儿童的行政命令，并帮助争取到了3000万美元，用于启动梅拉尼亚·川普寄养青年独立倡议。这是一件巨大的、真正巨大的成就，并且获得了大量的两党支持。他获得的跨党派支持比我多得多，我一点都没有，他却有很多。总有一天，你得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而且每个州的师生都加入了第一夫人的总统人工智能挑战赛，让美国的下一代在未来能够成功，并且取得巨大的成功。今晚我们欢迎2位年轻人，他们的生活反映了第一夫人的影响力。他们是希耶拉·伯恩斯和埃弗雷斯特·内弗蒙特。谢谢你们2位，梅拉尼亚，谢谢你。我知道你为这件事付出了多少努力，非常感谢你。我非常自豪地说，在我任职期间，无论是最初的4年，还是特别是这最后1年，宗教、信仰、基督教以及对上帝的信仰，都得到了巨大的复兴。巨大的复兴。这在年轻人中尤其如此，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我的好朋友查理·科克，一个很棒的家伙，一个伟大的人。所以在去年，查理被一名刺客残忍杀害，为他的信仰殉道，真的是为他的信仰殉道。
没错，他出色的妻子艾丽卡今晚和我们在一起。艾丽卡，请起立。谢谢你，艾丽卡。你经历了很多，为了纪念查理，我们必须团结起来，重申美国是一个在上帝庇佑下的国家，我们必须彻底拒绝任何形式的政治暴力。我们热爱宗教，我们热爱让它回归，它正在以没人认为可能的程度回归，这真是件美好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要释放美国的潜力，就需要确保我们社区的安全。我们已经取得了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然而危险的累犯却一次又一次地被那些支持犯罪的民主党政客释放。今晚我们很荣幸能与一位经历过这种地狱的女士安雅·扎雷斯卡一同出席。在2022年，她和她美丽的女儿，非常美丽，多么美丽的年轻女子伊琳娜，为了与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附近的亲戚同住，逃离了饱受战火蹂躏的乌克兰。顺便说一句，夏洛特到底怎么了？去年夏天，23岁的伊琳娜乘火车回家时，一个精神错乱的怪物，他曾被捕10多次，并通过无现金保释被释放。他站起来，用刀残忍地砍向伊琳娜的脖子和身体。没有人会忘记，那列火车上没有人会忘记，伊琳娜在她生命最后几秒钟抬头看着袭击者时脸上那惊恐的表情。她当场死亡。她逃离了残酷的战争，却被一个在美国被释放出来的杀人惯犯而杀害。这个惯犯是通过开放边境进入的。扎雷斯卡夫人，今晚我向您保证，我们将为您的杰出女儿伊琳娜伸张正义。你们怎么能不站起来？你们怎么能不站起来呢？我要求本届国会通过严厉的立法，以确保暴力和危险的累犯被关进监狱。更重要的是，让他们一直待在那里。从去年夏天开始，我部署的我们的国民警卫队和联邦执法部门，以恢复我们最危险城市的法律和秩序，包括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取得了的巨大成功。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也取得了巨大成功。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也取得了巨大成功，以及我们国家的首都华盛顿特区。在华盛顿特区，我们现在几乎没有犯罪了。这是怎么发生的？事实上，华盛顿的犯罪率现在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华盛顿特区今年1月的谋杀案比1年前下降了接近100%。他们不喜欢听到这些病态的人。帮助实现这一惊人转变的英勇军人之一是20岁的西弗吉尼亚州陆军国民警卫队专业兵萨拉·贝克斯特罗姆。在为期4个月的部署后，他自愿延长了服役期，他的军衔本将得到提升，他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都为他感到骄傲。但就在第2天，他在白宫附近巡逻时，遭到一名来自阿富汗的恐怖分子袭击。
头部中弹。他本不应该在我们的国家，而仅仅因为他穿着我们国家的制服，他就被枪杀了。他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不喜欢人们穿我们的制服，他病态又精神错乱，他本不应该在我们的国家。萨拉巴克斯特罗姆为了保卫我们的国会大厦而牺牲，我们很荣幸能有他的优秀父母加里和伊瓦里在场。您的女儿是一位真正的美国爱国者，我们将深切怀念她。她是一个很棒的人。我看到了关于她的报道，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我感到非常抱歉。她是一位非常棒的年轻女士。我看到的报道都说她完美无缺，她就是完美的。那天和萨拉并肩作战的是参谋军士安德鲁·沃尔夫。恐怖分子朝安德鲁的头部开枪，没有人认为他能活下来。他们两人，萨拉和安德鲁，头部都遭到猛烈枪击，两人都被认为无法生还。他们甚至没有得到任何机会，除了他那位名叫梅洛迪的了不起的母亲。我当晚和他通过话，他非常乐观。医生们认为安德鲁已经没救了，但他的母亲说：“不，总统先生，安德鲁会没事的，他会挺过来的。”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我的意思是，他几乎没有生还的机会。他说：“先生，我毫不怀疑他会没事的。”这是我当晚和他的一次对话。当时他的儿子无助地躺在床上，浑身是血。他说：“大家都在祈祷，先生，他会没事的。”医生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在看了损伤结果后，我也不明白，他是如此的坚强和肯定，甚至连安德鲁的了不起的父亲都觉得他没有真正理解情况的严重性。但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对吗，梅洛迪？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实际上，这太不可思议了。我说这位女士是从哪里来的？她是我见过最乐观的人。在上帝的帮助下，安德鲁从死亡边缘挣扎了回来。我们说的是死亡边缘，他正在奇迹般的康复。他还有一些康复工作要做，但他做得非常棒。很高兴见到你，他是个英俊的年轻人。很高兴见到你，谢谢你，安德鲁，非常感谢你。安德鲁，既然你在这里，现在我要请备受尊敬的詹姆斯·希沃德将军向参谋军士安德鲁·沃尔夫和萨拉·贝克斯特罗姆的伟大一家颁发由我们已故的伟大总统乔治·华盛顿亲自设立的奖项，它叫做紫心勋章。
我们爱你们所有人，爱你们。我们自豪地为美国人民恢复国内安全，也为海外的美国人民恢复安全。我们的国家从未如此强大。在我上任的头10个月里，我结束了8场战争，包括在柬埔寨的冲突。你们这些病态的人，柬埔寨和泰国、巴基斯坦和印度本来会爆发一场核战争。巴基斯坦总理说，如果不是我介入，就会有3500万人死亡。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以色列和伊朗、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刚果和卢旺达，当然还有加沙战争，目前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差不多快要结束了。我要感谢史蒂夫·维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的帮助。谢谢你，史蒂夫。谢谢你，贾里德。我还要感谢他们的上司，国务卿马可·卢比奥。谢谢你，马可。人们喜欢你，你知道马可在某个投票中获得了100%的选票。我想我们下一次的投票大概是54%。现在一些民主党人正在说，我真不敢相信我们批准了那个人。而他说，他们有这种感觉是一种荣幸，对吧？马可，你做得非常棒，一位非常棒的国务卿。我想你将被载入史册，成为有史以来最棒的。在我谈判达成的停火协议下，每一名人质无论是生是死都已回家。你们能相信吗？没有人认为这有可能，没有人认为那有可能。无论是生是死，那些失去儿子的父母，他们的孩子，他们总是告诉我，他们的孩子，他们对他的思念就如同他还活着一样强烈。那是一段令人惊叹的时期。他们回来了，当我们把所有活着的人质都带回来时，还有之前很多很多的人质。但我总是说，最后20个会非常困难，但我们带回了更多，数百人。但我说最后20个会很艰难，我们把他们带回来了。但我们只找回了28名死者中的14或15名。信不信由你。哈马斯与以色列合作，他们不停地挖掘，不停地挖。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在一堆尸体中寻找。有时为了找到一个人，要翻过100具尸体。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然后他们最终找回了27具。然后史蒂夫和贾里德，他们找回了第28具。他们找到了全部28具，没有人认为这有可能，但我们做到了。我记得第28名死者的家人，他们非常悲痛，但他们也非常高兴，高兴的不能再高兴。他们找回了他们的孩子。那位母亲说：“先生，我们找回了我们的孩子，那是一段多么特别的时期啊！但我们把他们都找回来了，所以非常感谢你们2位，干得非常棒。”我们正在非常努力地结束第9次战争，也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杀戮和屠杀。那里每个月都有25000名士兵死亡。想想看，25000名士兵每个月都在死。如果我担任总统，这场战争就永远不会发生，永远不会发生。作为总统，我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现和平，但我绝不会犹豫。
在必要时对抗对美国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在去年6月的一次突破性行动中，美国军方通过对伊朗本土的一次袭击，也就是午夜铁锤行动，彻底摧毁了伊朗的核武器计划。很好，很好。几十年来，美国的一贯政策就是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很多年了，自从47年前他们控制了那个骄傲的国家以来，这个政权及其杀人代理人除了散布恐怖主义、死亡和仇恨，什么也没做。他们用所谓的路边炸弹杀害和致残了数千名美国军人，以及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人。他们是路边炸弹的王者。我们除掉了苏莱曼尼，那是我在第一个任期内做的，影响巨大。他是路边炸弹的始作俑者。就在过去几个月，在抗议活动中，他们至少杀害了看起来是32000名抗议者，32000名他们自己国家的抗议者。他们枪杀了他们，还绞死了他们。我们通过威胁采取严重暴力，阻止了他们绞死很多人。但这些人真是太可怕了。他们已经开发出了可以威胁欧洲和我们海外基地的导弹，而且他们正在努力制造很快就能抵达美利坚合众国的导弹。在午夜铁锤行动之后，他们被警告不得再试图重建他们的武器计划，特别是核武器。然而他们还在继续，他们又重新开始了。我们已经将其摧毁，但他们又想重新开始。此刻他们又在追求他们邪恶的计划和野心。我们正在和他们谈判，他们想达成协议，但我们还没有听到那些承诺。我们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我的偏好是通过外交解决这个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绝不会允许这个世界上头号的恐怖主义支持者拥有核武器，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任何国家都不应该怀疑美国的决心。我们拥有地球上最强大的军队，我在我的第一个任期内重建了军队，我们会继续这样做。此外，我们刚刚批准了一笔10000亿美元级别的预算，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强大，因为我们希望很少需要动用我们共同建立的这份强大力量。这真的叫做以实力求和平，而且它一直都非常非常有效。所以感谢国会的共和党人，他们向美国武装部队投入了创纪录的资金，我们别无选择。这也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但我们甚至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这么做的。就像我说的，我们今天拥有的就业岗位和工作人数比我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而且北约国家，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刚刚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同意支付国内生产总值5%的军费，而不是他们之前没有支付的2%。我们几乎承担了北约所有的费用，现在他们支付5%，而不是不支付2%。获得那5%是每个人都说永远不可能做到、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们只开了一次会，就非常容易地做到了。之前2%的费用没有支付，我们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承担了费用，很少有人付清自己应该付的那一份。现在他们支付5%，并且都付清了，这之间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我们送往乌克兰的一切都是通过北约送去的，而且他们全额付钱给我们，他们完全的全额支付给我们。我们武装部队的每个兵种都在创造招募记录，这真是令人兴奋。而且每位军人最近，对吧？每一位军人最近都收到了一笔战士分红，金额是$1776。你们知道的，他们把这个方案放到我的桌上，我们从关税和其他方面得到了这笔钱。我们有很多钱，我们的钱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需要稍微重建一下那个项目，但这不会花很长时间。但我们拿到了这笔钱，当时是$1775。他们想要我的批准，我就问数字是多少，$1775。我说等一下再加$1，我们就可以凑成1776了。是的，我说我们会搞定的。我从没问过任何人我们是否负担得起，再加$1。我说1776，我说这很好。我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那是4个月前的事了。我们的军队，我从没见过有哪个军人不为此感谢我，所以我们很荣幸能这样做，他们值得的。而且我们称之为1776，这很棒。而且我们热爱我们的军队，我们热爱我们的执法部门，我们热爱我们的消防员。你们知道的，消防员们得到的关注不够多，我们热爱我们的消防员。我们还在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安全和主导地位，采取行动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保护我们的国家免受暴力、毒品、恐怖主义和外国干涉的侵害。多年来，我们地区的大片领土，包括墨西哥的很大一部分，确实是墨西哥的很大一部分，一直被杀人贩毒集团控制着。这就是为什么我将这些贩毒集团定性为外国恐怖组织，并将非法芬太尼宣布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随着我们新的军事行动，我们已经阻止了创纪录数量的毒品进入我国，而且几乎完全阻止了毒品通过水路或海路进入。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也严重损害了他们的渔业，没人再想去捕鱼了。我们还抓捕了所有贩毒集团中最邪恶的一个头目，你们昨天都看到了，在1月。在1月份，精锐的美国战士们完成了一项世界历史上最复杂、最壮观的军事行动，展现了卓越的能力和强大的力量。没人见过这样的事。外国领导人，我不会告诉你们是谁，给我打电话，他们说太令人印象深刻了，非常，他们简直不敢相信，他们都看到了，他们都目睹了发生的一切。这支作战部队和我们几年前的那支打平手的部队已经完全不同了。不，这是一支伟大的作战部队，我为他感到非常骄傲。看看太空军，太空军是我的心血，因为是我们建立了它，我的心血，它正变得如此重要。美国的武装部队击溃了所有防御，彻底击败了一个敌人。他们是优秀的战士，结束了非法独裁者尼古拉斯·马杜罗的统治，并将他绳之以法，接受美国的审判。
这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是一场绝对巨大的胜利，它也为委内瑞拉人民开启了一个光明的新开端。委内瑞拉人民正与委内瑞拉新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紧密合作，为我们两国带来非凡的经济增长，并为那些遭受了巨大苦难的人们带来新的希望。他们确实受了很多苦。今晚和我们在一起的是亚历杭德拉·冈萨雷斯，他在一个紧密的委内瑞拉家庭中长大，和他挚爱的恩里克叔叔特别亲近。但在恩里克竞选公职并反对马杜罗之后，他被马杜罗的安保部队绑架，并被投入了该政权在加拉加斯臭名昭著的监狱。亚历杭德拉担心他再也见不到他的叔叔了，他也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危。但自从那次突袭以来，我们与新的领导层合作，他们已经下令关闭那座邪恶的监狱，并已经释放了数百名政治犯，未来还会释放更多。亚历杭德拉，我很高兴地通知你，你的叔叔不仅被释放了，而且他今晚就在这里。我们把他带来了，让你能亲自和他一起庆祝他的自由。恩里克，请下来。谢谢你，恩里克，玩得开心。恩里克，很高兴你回来了。在1月抓捕马杜罗的突袭中，有许多英雄，真正伟大的英雄。那非常危险，他们知道我们要来，他们都准备好了。但那一晚，一位战士的事迹将永远载入军事英勇的永恒史册。5级准尉埃里克·斯洛夫策划了这次任务，并担任第1架直升机驾驶舱的飞行队长。那是一架巨大、漂亮、强大的直升机，它是一架大型的奇努克直升机，如你所想，载着许多许多美国战士。埃里克带着他妻子艾米，在他出发前用圣水祝福过的身份牌。他知道这将是一场硬仗。埃里克在夜幕的掩护下驾驶着奇努克直升机，迅速降落在马杜罗戒备森严的军事堡垒上。这是一个由数千名士兵保护，并由俄罗斯和中国军事技术守卫的重要军事设施。结果怎么样？不太好，是吗？在准备降落的时候，敌人的机枪从四面八方射击。埃里克的大腿和臀部接连中弹，伤势非常严重。他忍受了4次痛苦的射击，腿部被撕裂成碎片。然而，尽管双腿对于成功驾驶直升机至关重要，双腿是驾驶直升机最重要的一部分。埃里克当时唯一想的就是把那些将要抓捕和拘留马杜罗的突击队员送达目的地。接着，即使他鲜血喷涌而出，沿着过道向后流淌，直升机以一个陡峭的角度降落。2名从之前飞机袭击中幸存下来的机枪手就站在他的正前方。埃里克驾驶着直升机，带着所有人的生命去面对敌人。他转动直升机，让机枪手能够消灭威胁，完成任务，从而将他的战友们从可能发生在敌方领土深处的灾难性坠机中拯救出来。只有在直升机安全降落，所有战士都到达了那个对任务至关重要的精确位置之后，才能继续这场任务。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可能就不得不取消任务了。埃里克才告诉他的副驾驶，副驾驶也受伤了，但没那么严重。他说，
接手吧，我快要昏过去了。整个任务的成功以及他战友们的生命，都取决于埃里克忍受子弹带来的剧烈疼痛的能力。他的腿发生了什么，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坚持飞行和降落，人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升机后舱的每个人都知道，因为他们看到了鲜血沿着过道流淌。准尉斯洛夫仍在从他的重伤中恢复的过程中，但我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今晚他和他的妻子艾米就在这里。埃里克和艾米，请。谢谢。所以我们为埃里克和艾米准备了一个惊喜。为了表彰埃里克超越职责的英勇行为，我现在想请乔纳森·布拉加将军向准尉斯洛夫颁发我们国家的最高军事荣誉——国会荣誉勋章。好的，非常感谢你们，埃里克和艾米，很高兴认识你们。我最近在布拉格堡会见了他们，以及许多他们的战友。你们会注意到布拉格堡这个名字，我们把它改回来了，我们把它带回来了。我们用它赢得了第1次世界大战，用它赢得了第2次世界大战。然后他们决定改名，所以我们又改回来了。而且所有人都希望改回来。埃里克在那场不可思议的胜利之夜的10名战友，也将在白宫即将举行的一个私人仪式上获得奖章。埃里克也会出席。谢谢。谢谢你，埃里克。这可是一件大事。今晚我们表彰了许多真正杰出的美国爱国者，但在我们结束之前，还有最后一位活着的传奇人物要向他致敬。他是又一位英勇的美国飞行员，海军战斗机飞行员罗伊斯·威廉姆斯，曾参加过第2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执行了超过220次任务。1952年在朝鲜上空，罗伊斯经历了一生中最激烈的空战，那是一场传奇的空战。
在暴风雪中飞行时，他的中队遭到7架苏联战斗机的伏击，那是他在战争中的第一次空战。尽管寡不敌众，火力也处于劣势，罗伊斯还是带领击落了4架敌机，并几乎摧毁了其他飞机，击败了他的对手，而他自己的飞机则中了263发子弹。他本人也受了重伤，他的故事被保密了50多年，他甚至不想告诉他的妻子，但这个传奇却越传越广。但今晚，这位100岁的勇敢海军上尉终于得到了他应得的认可。早在今晚之前，他就是一个传奇了。罗伊斯，请站起来，我将请美国第一夫人向罗伊斯·威廉姆斯上尉颁发国会荣誉勋章。谢谢你，罗伊斯，也谢谢你，埃里克。我一直都想要国会荣誉勋章，但我被告知不能自己给自己颁发，而且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拿它。但是如果他们将来修改了那条法律，总有一天我会和你们一起站在那里。但你们知道，那是我们最高的荣誉，国会荣誉勋章，那是一件大事。能和你们在同一个房间里，我感到非常荣幸，非常感谢你们2位，埃里克，谢谢你。谢谢。250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很长的时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一刻。今晚我们在贵宾席见到的2位先生，他们是在1个世纪前出生的。在那之前的100年，也就是182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的作者杰出的托马斯·杰斐逊的是，仅仅一个漫长的人类寿命，就将那些宣布并赢得我们独立的伟人与今晚站在我们中间的英雄们连接了起来。我们国家所做的一切，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那些伟大生命所付出的努力。在那些短暂的篇章里，美国人将这个国家从13个不起眼的殖民地建设成了人类文明和人类自由的巅峰，成为历史上最强大、最富有、
最有影响力、最成功的国家。美国人勇敢地穿越了这片令人生畏又危险的大陆。我们在严酷的荒野中开辟道路，定居在无边的边疆，驯服了美丽却又极其危险的狂野西部。从荒芜的沼泽和广阔的平原上，我们建起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我们共同掌握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粉碎了历史上那些可怕的暴政。我们将数百万民众从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压迫和恐怖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美国人以铝和钢的翅膀将人类送上天空，然后又以纯粹的美国意志和坚不可摧的美国自豪感为动力，用火箭将人类送入星辰。我们用我们的智慧连接了全球，我们用美国文化征服了地球。现在我们正在开创下一个伟大的美国突破，这将改变整个世界。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都是那些辛勤工作的爱国者的不朽遗产和无与伦比的荣耀。他们建设和保卫了这个国家，并且仍然肩负着全人类的希望和自由。多年来，他们被遗忘、被背叛、被抛弃。但那场巨大的背叛已经结束，他们将永远不会再被遗忘。因为当世界需要勇气、胆识、远见和灵感的时候，他仍然会转向美国。当上帝需要一个国家来创造奇迹的时候，他知道该找谁。没有美国人不能克服的挑战，没有我们不能征服的广阔边疆，没有我们不能追逐的宏伟梦想，没有我们不能企及的遥远地平线，因为我们的命运是由天意书写的。而这最初的250年只是一个开始。从德克萨斯州崎岖的边境小镇到密歇根州腹地的村庄，从佛罗里达州阳光普照的海岸到达科他州一望无际的田野，从费城历史悠久的街道到我们国家的首都华盛顿特区，美国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1776年开始的革命还没有结束，它仍在继续，因为自由和独立的火焰仍然在每一个美国爱国者的心中燃烧。我们的未来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宏大、更美好、更光明、更大胆、更辉煌。谢谢大家，愿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保佑美国。